第一次来到墨尔本，我特地收集了8间网友大推的餐厅，从墨尔本必喝的特色咖啡到 CNN 评选为世界第一的 croissant， 甚至还有只有在澳洲才可以尝得到的袋鼠料理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吧，探索墨尔本美食 ，Go！芊芊啊，爱记起赞购、起订阅、起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现在是早上8点半，我们现在呢这么早就是要来吃 Mountford。很多人说呢，墨尔本可颂天花板。然后我收到的推荐呢，润跟这一间基本上占了一半一半，而且呢，通常推荐这一间的人一定会骂润。我想说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特别一起了一大早，然后想说来试一下。墨尔本其实因为它最流行的是咖啡文化嘛，所以几乎每一间店都是8点开，大概2、3点呢就关了，所以每天都非常的着急。然后它的这个区块是我第一次来，我觉得蛮酷的，有种远离市区的感觉。今天天气真好，挺好的。我看到可颂了，可颂的样子在这正前方。耶，买到了，但我要来拍照，好冷，好冷。我们现在要来吃在 Mountford 买的可颂，因为它那边没有座位，所以我们就走到附近的公园。我点了3个它的枫糖可颂，然后一个柚子的茶跟一个巧克力的，而且它1周只有开4天，所以呢必须要来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蜂蜜的，哇，很好吃，那你们看它的侧面，它吃起来的奶油香啊，非常棒，就是你边咬边咀嚼的时候，嘴巴就会充斥着。然后它的蜂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它咀嚼起来带有一点点花香，跟一点点海盐的味道，而且它外面的酥皮啊，比较是文雅类型的酥，不是一吃就烤，不会刮嘴巴，就又带酥又湿润，然后里面又带一点 Q 弹，很好吃哎。就在这里看小孩子玩，吹着风 ，Love you 。它很疯，所以大家不爱蜂蜜的人就斟酌一下。好可爱哦！旁边有个爸爸在带小孩，哇！因为平常很少在公园看到这种画面就觉得呜。下一个是柚子的，这塔的形状，这看起来其实有点像台湾的千层蛋挞，很多层的感觉。这个咬下去应该会非常的酥。很好吃哎，很好吃。它有柚子的优雅的味道，然后里面有带一点酸味跟卡士达酱合在一起，再配上外层的这个千层，它酱的放的够多，然后呢又带有柚子的酸感，就整个综合掉，超好吃。哇，这上面应该是蛋白霜，它又不会到很甜腻，它内层其实有点像蛋挞的内馅的那个味道。怎么会只有买一个？这个千层啊，它酥脆度是比刚上一个再更高一点，觉得2个都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然后，但是它的千层这个呢，很薄脆，可是不会刮嘴巴，一入口你就会听到那个整个碎掉的感觉，那个香气跟那个口感就一级棒。好，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巧克力虎威，它也是千层的。花生。这个我等下一微笑，我牙齿一定超黑。它花生酱真的很好吃哎，然后外面搭上是有点带苦的巧克力，合在一起我觉得算是蛮大人的味道，滑顺浓郁又带一点咸味，但是要配咖啡。我觉得这间大家可以特别来，因为它附近也有蛮多有名的可颂店。然后我觉得必买是它的蜂蜜的可颂，然后跟刚刚的柚子口味，其他的口味我觉得应该也都还不错。只是我觉得如果你胃比较小的话，必买就买刚刚前面2个。大家来一定要看它的营业时间，跟它，因为它 IG 会公布说它最近的特殊口味是什么。就是除了蜂蜜海盐是基本款之外，它会随着季节有一些推出新的，所以大家来有兴趣可以试试看。我要继续下一家了 ，Go！蛮好喝的，很滑顺。它里面是冷萃咖啡，然后喝起来有一点柚子还是橘子的那种橙的味道，然后后面还有一点点黑糖香，就是它有点奶感，后面就会有那种橙啊、柚子、橘子那种清香出来，我还蛮喜欢的。大家如果不敢喝那种咖啡，怕会太苦的人，还蛮推荐喝它的。蛮推荐大家来 Gourmet 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走来这里买的时候，整条街道我觉得氛围感还蛮重的，还蛮喜欢的，而且有一种真的有出国的感觉。我又解锁了一个墨尔本的咖啡厅。我今天素颜，大家有看到我脸上还有保养品吗？
现在呢到了这一间，也是在 CBD 里面的，这间叫 Max and Howell。然后观众说，如果你要吃袋鼠肉，一定要来吃这一间。到澳洲怎么可以不试试看呢？为什么要吃鼠鼠？我就来试试看，因为它这间呢一样也是4000多个评论数，然后也是4.6颗星，就是它评分数非常高，所以大家如果要来吃的话，最好是下午时段。现在非用餐时段人也还是蛮多的。那披萨好像很厉害，现在给了我一个脚架。酒驾。不过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说澳洲呢，基本上你走在路上，随处都会被袋鼠撞。哎，并没有，我到现在也没看到袋鼠。啊，我们的松露披萨上桌了，香到爆那个咖喱比，然后后面又有师傅在烤，感觉整个又更好吃了。让大家进到披萨里面，好像神经病哦。这么多人推荐的披萨，一定要感受一下。我给店员的情绪价值超高。哇，这一定要这样子，很好吃。它应该是现烤，就是它那个整个香气在你嘴巴里面炸开，不是只有那个松露的味道，然后它油脂香跟气香都融合的非常刚好，皮的酥脆感跟它的香气再配上松露，哇，这可菲特，这好吃哎！而你一靠近嘴巴，那食物还没有进到你嘴巴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就被那个松露味给冲鼻子。还好有点呢，因为我觉得它咸度非常刚好。各位，我们的袋鼠肉，先给大家一个漂亮的袋鼠肉的近拍。哇，马铃薯泥也很多。哇，袋鼠肉其实它的颜色看起来有点像牛肉哎。哇，全部都上了。然后呢，先来吃一下羊排，哦，袋鼠排。你看它的袋鼠排是这种直式的，有点像那个牛肋条的感觉。但它附的刀子是这种就抽哎，感觉会不好切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剖面，哇哦，是不是蛮美的？再配上它的马铃薯泥，蛮好吃的。难怪观众说，如果你要吃袋鼠肉，一定要吃这一间，吃起来比较像是比较偏瘦的牛肉，它也还是有口感在，可是它不是轮也不是柴，它就是比较扎实一点，然后咬一咬其实还是有肉汁，蛮不错的，有点意外。再配上我们的马铃薯泥，谢谢观众，我觉得你塞够。哦，它马铃薯泥好好吃。你如果没有讲它是袋鼠肉，会以为它是牛肉，而且它的起司下的刚刚好。它马铃薯泥，我觉得是吃得到马铃薯本身的甜味。哇，这个海鲜炖饭跟羊排看起来就很赞。哦，很近很近，来给你漂亮的挖一口。它炖饭料超多的哎，而且你看它的虾子有多胖，肥到一个不行哎。大家有觉得换一个角度吗？因为我觉得有点暗，所以我刚刚就又移了一个角度。哇，虾子超胖。很胖，但吃起来还好，有一种异常的脆感，让我有想到铁板烧店。我们来试试看它现在加了柠檬汁之后的味道。海鲜炖饭，它虾子很多，你看这里挖起来有一只小只的，好烫。炖饭我觉得比较还好，就是它海鲜味没有想象中那么重，然后米饭的口感已经有点像台湾在煮白饭的那个口感了，没有不好吃，可是就是跟我预期的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以为会哇。羊排很多人推，甚至比袋鼠肉还要多人推。它是炖煮的羊排，然后下面一样是马铃薯泥。哇，一剥就开，你有看到吗？它不用切，难怪它没有附刀子，完美去骨，骨头就起来了。哇，这也太好剥了吧！肉一下子全部都起来了。它的羊排的味道啊，口感是慢炖的，所以是很软，一咬下去它就会整个在你嘴巴里面化开。可是你还是吃得到肉本身的口感。然后羊味的话，我觉得是蛮重的，有点像红酒炖牛肉的那种感觉。它就是红酒炖羊肉，因为它旁边虽然有放酱，但是我觉得吃起来就是想象中的味道。他们家马铃薯都做得很好吃，都好甜好香，然后又不会有过多甜味的感觉。我觉得不差，可是就是如果大家来吃的话，毕竟价格也不便宜，所以大家就是把精力放在袋鼠肉跟披萨上面。哎呦，哇，它炖得很入味哦。开玩笑，来澳洲我就变肌肉袋鼠，好不好？吃完之后现在就是满身肌肉，这种壳对我来说算什么？就我觉得肚子饿可以点，但不一定要点。吃完了这间 Max and Howell， 我今天总共吃了157块澳币，然后整体吃下来，我自己比较推荐大家如果来可以点袋鼠肉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袋鼠肉真的还不错，就是真的是像比较瘦的牛肉，而且它连尾韵肉味也很像牛肉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另外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它的松露的那个披萨也蛮好吃的，不过大家一定要趁热吃，我蛮推荐这2样，如果大家来的话可以试试看，耶、
接下来的这一间呢，它叫 Syria 吗？我也不确定它的正确念法，也是观众推荐我的，评分数非常高，而且据说 Golden 非常喜欢这一间，而且它是菲律宾料理，所以我还蛮期待的。然后这一间的话，它其实有一个是 Chef with me， 会推荐他自己觉得不错的餐点，然后上，也是有点像台湾fine dining的形式。Want a little bit of the pandan first? 哇，酒先来了。好像在吃甜点，上面那个奶油的泡泡是斑斓的味道，下面是那种利口酒，然后带一点点酸味的。他刚刚有强推我们有没有喜欢吃生蚝，他推荐了我们一个很新鲜的，哇，这个汁好多。我这几天其实已经吃了非常多烤蚝。它的那个甜感是那种清甜感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烤的香气不会到很重，没有盖过它的咸味。这个袋鼠肉不要小看它，是骨髓，哇！你怎么可以吃袋鼠？我现在袋鼠肉呢，只吃了一间，这是我的第二间，我来试一下它的味道。他说把它放在上面，它的肉是这个用汤匙挖，哇，它的骨髓很骨髓，你看，等下我一定要拍起来，这个画面看起来太惊人了。你看这个油脂。下面是牛骨髓吧，牛肉味很重，很香，很好吃。它上面的那种酸辣感其实还蛮够味的。上面的袋鼠肉是生的，可是它咬起来就是比较扎实，再配上它下面那个骨髓的油脂超香。这个一定要配面包，因为你单吃它的那个骨髓的脂肪感会稍微有点太重，再配上酒，感觉更棒。好喜欢吃骨髓哦，好喜欢吃骨髓，听起来很恐怖。你不吃了吗？那之后还不错，然后很迅速的就停止了。这骨髓的味道，我甚至可以直接啃它了。但是这道菜我觉得偏看个人，因为像我室友就吃了一口他就不行了。但是我骨髓也太好吃了吧！跟那个酸感、辣感配合的很好，好辣，好爽，好好吃。接下来是 taco， 这个是 Golden 说他觉得最好吃的 taco， 所以你一定要试试看。这是我们这一次旅程第一个莱姆，因为之前他们大部分都是用柠檬。我们来吃看，哇，这是猪肉的，看起来料超多。超好吃，它的猪肉是有炭烤味的，然后它有点像泰国炸猪，然后外面是那种脆的那一种，然后再配上很嫩的肉，酸中带有一点点奶，合在一起很棒。而且那个炭烤味是那种刚好，这个超好吃有香茅跟柠檬叶的味道。这一间店目前是第一名哦。哇，这个香气好炸！你看这个多美！它的高丽菜怎么会是这么大颗的嘞？很脆耶！而且为什么它切起来有一点这样子？高丽菜、卷心菜，哇，酱味非常重，吃起来已经不像菜了。有啦，菜的甜味最后有上来，这道我比较还好，味道有点太重了。那里面有放那个烤大蒜，它那个蒜感很像蒜精，很强烈。这边一定要点酒，好不好？大家如果没有点酒的话，这样受伤会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蛮好吃的，可是我觉得这个要人多分，因为这个一下子就会腻了。羊排也是很多人推荐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厉害，哇！非常好吃，它外面那一层超级脆，然后里面的那个羊肉有带嚼劲、有带油脂的香味，然后香气又很棒。它羊味超重，可是不会让你觉得讨厌，香料味下来刚刚好。这在台湾会大卖，上面有姜，而且它的姜不会让你觉得很重，跟羊搭在一起刚刚好，姜母羊，羊肉炉的感觉。我蛮喜欢它的羊排的，它羊排我应该可以吃2公斤。然后我刚刚加点了一个前菜，因为这个是很多来点的人都有特别说非常好吃的。然后我刚刚忘记点，因为它前菜真的还蛮好吃的，所以我就忍不住又加点了一个。上面鱼子酱看起来超多好快，柠檬跟香茅的味道超级重，它有一点东南亚热情的感觉。我们的主食来了，然后点的是鳟鱼，这一次吃蛮多肉类的，又有点了羊排，所以想要试试看它鱼类，也有看到有人推荐，特别是他还会特别问说你要不要加点饭，因为目前看起来口味上很重。我来稍微挤一下它的莱姆啦，好想要有筷子，吃鱼就这样筷子才是最方便的。它这个是大盘，然后主要是火烤的，香味很杂。它的酱料有一点点内脏感，带一点甜味，咸咸甜甜的。
而且它的饭呢，有点像那个泰国茉莉米那种感觉，有点微碎，但蛮好吃的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这道蛮特别的，可是好像不是一定要点的品相。我反而好像比较喜欢它的前菜，不过它可能点牛肉或是鸡肉应该也会还不错，因为它的火烤味其实都蛮香的。吃的时候要小心有刺哦，人在国外不要被鱼刺卡到。刺比想象中多哎，这道我觉得旅游不适合点，危险。Quite nice because it's not as heavy as the other main. 他的八天男很帅，很多次这件事我可以原谅他。来到我们最后的甜点呢，这是 cassava cake， 然后它是菲律宾的传统的甜点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吃。下面是素薯蛋糕，哇，拿起来在庆恩呢。口感有点神奇，很像台湾的传统糕饼的那种味道。然后它上面的冰淇淋是椰奶，还蛮好吃的，调味不会到太重。它里面好像有放焦糖，因为我还吃到有点类似牛奶糖的感觉。他说这个品相非常的受欢迎，然后他自己bartender的私心也很喜欢这一道甜点。然后它吃起来有点带 Q， 目前整体吃下来啊，我最喜欢它的前菜，袋鼠的骨髓那个一定要吃。然后刚刚bartender有问说我们最喜欢哪一道菜，我有推荐袋鼠肉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自己私心是最喜欢那个塔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来的话可以取决于你要吃哪一个。我私心也蛮喜欢羊排跟 taco 的，这几样我都觉得蛮值得点的。然后如果大家要点火烤类的话，旅游还是不要点鱼好了，里面吃的时候觉得有点危险，不知道为何。甜点也可以试试看，如果你没有吃过菲律宾料理的话。我跟你说，我到哪都要点包子橄榄，然后我觉得澳洲到处都有，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超加分，因为我超喜欢，而且它刚刚一上桌香到不行。这间呢也是观众推荐的，然后它最有名的是蘑菇披萨，然后跟甜点，我觉得全部都点了。这里要点酒，口味偏重下酒菜，可是很好吃。我在猜它应该有炸过，因为它的每一层其实都蛮酥脆的，然后它上面的那个泥状是有点带苦味加气的味道，就很香，而且它油脂放蛮多的。那还有放坚果，而且它配刚刚推荐我的酒，我觉得感觉不错。我刚刚请店员推荐我的自然酒，然后这个是橘酒，我还蛮喜欢，因为它尾韵带有点苦，然后甜香酸感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比较轻盈，所以你在吃这个的时候再配它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哇，这个墨西哥辣椒看起来超好吃，而且我现在整个画面好满。如果你在这里点披萨，它都会给你一个脚架，它就有一高一低，就不太会占桌子的空间，这一点我觉得相当的加分。但首先呢，我们现在吃观众推荐我一定要点的蘑菇口味的。我本来以为会很白酱所以看起来其实还好，边边有点脆皮感，哇，是蛮漂亮的。还不错，番茄的酸味其实还蛮出来的，吃起来其实还蛮清爽的。那我刚刚不应该要点墨西哥辣椒的这个，因为刚好就是基底差不多。然后它的饼皮也是薄皮的，可是后面的那一层烤到有点脆感，就边边如果烤比较过头会稍微有点苦感，可是我觉得还不错。这是 Vaga sauce，Vaga sauce 的笔管面，好烫。因为它盐吗？面条口感煮到有点带 Q 度，然后呢，辣椒感、红酱感加一点点蒜味的，然后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我觉得 OK， 可是其实没有到惊艳，而且你看得到番茄皮本人就是他还看得到食材本人，还不错啊，蛮好吃的。我来吃这个，它旁边还附了一个酱辣椒口味。我刚本来想要点比较基本款，可是因为我看那个 Google 评论数这个蛮高的，所以我想要试试看。这个酱超好吃，日式美乃滋的味道，然后里面有加了一些那个香料。哇，不同风格，我觉得我们点的蛮好的。两个风格都是红酱，可是很不一样。像我会喜欢蘑菇多一点，观众真的很会推。而且它的边边这个冷掉之后是 Q， 但是不至于到硬，这点对我来说是加分的。走到这里的话，附近还有郭梅秀，它晚上8点过会变酒吧，好像也可以试试看来这边喝酒。真漂亮。我脸都会车光就会突然照，然后就亮了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好可爱呀！他别走了。小天宇跟妈妈一起出来外带皮，礼拜6的晚上，好担心他会冷因为我蛮喜欢他的皮的。真的是小天使的美乃滋然后毕竟我是日本美乃滋小达人。玩 gay 好凶，这也很特别。
这个车子要带转哎，我觉得超酷的。我现在呢，就是一直在看他们的客人来来去去，我很像那种看门狗，女王的看门狗。我是谢尔。那我的塞巴斯金在哪？他刚刚收桌的时候很好笑，我就很紧张，因为我怕他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我还跟他说，那我可以点。来哦，我们的甜点提拉米苏来热，它长得就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，Made in Taiwan。来提拉米苏，我们来试试看观众推荐的提拉米苏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推荐的，酒味不会到非常的重，也不会到过甜，咖啡味的苦味也是一切都是刚刚好，很 balance， 好喝，可可味也刚好，而且它马斯卡彭 cheese 啊很绵、很香、很奶。然后它的手指饼干没有泡到非常的湿软，所以你吃得到那个酥脆的口感。很好吃哎！它盘子又很台湾。这间我目前吃下来，我下次会点蘑菇口味的意大利面，不一定要点，但披萨可以试试看其他口味的。最后再试一下甜点，然后可以请店员帮你推荐一杯自然酒，因为我觉得他推荐的蛮好的，大家可以多来试看这间的披萨，因为这间披萨真的蛮受欢迎的。这里其实蛮适合走一走的，因为附近的房子跟市区的房子的整个氛围很不一样。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我感觉到底是冬天还是夏天？哇，一对情侣感觉跟妈妈一起出门吃饭，那画面真的是他们两个就手牵着，天哪，这是不用付费就可以看的吗？我要疯掉哎！就讲那么激动，你只想吃意大利面，超好笑。那对情侣真的太好看了，我要死了。